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赖士葆委员、江宜珍议员、蓝轩小姐。好，全美国周末有2700个城市爆发示威潮，700万人哦。那主办单位说，原来预估500万，没想到来了700万啊、哦。那他们干嘛呢？叫做 No King's Day， 没有国王的日子，就是拒绝国王。他们认为川普就是国王。哦，所以呢，拒绝川普当国王，哦，就是你现在做很多事情呢都很阿爸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回呛说 ，I'm no king， 我不是国王，我怎么是国王？我不是，我比国王还伟大啊、哦！我要当教皇的国王啊、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还很绝，他用 AI 向抗议者，他把自己搞成这样，有没有？还戴个国王帽、王冠，有没有？然后呢，向抗议者呢头。看起来像是粪便啊！川普实在是，哎呀，我觉得他每天都他新闻哈，那我想他一定玩得很高兴啊！而且川普扬言说要派军队驻扎旧金山，哦，反正他现在去干的都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纽约啊、旧金山啊、什么是不是啊、洛杉矶啊什么之类的哈，芝加哥啊都是哈。那另外呢，陆战队在加州5号公路是加州很重要的公路哦，在洲际公路旁边呢实弹射击，所以呢州长纽森把路给封了，说危险哦，因为军队那边实弹射击啊，到时候万一打到路人怎么办哈？那另外呢，川普跟泽伦斯基在白宫见面，上次吵架，这次更凶哦，丢东西哦，丢地图，然后呢骂这个泽伦斯基说你要知道，普丁真的要修理你，要这个打你，绝对可以打败你。你要谈一道什么条件？哦，说他完全，因为他先跟这个普丁通了2个半钟的电话，然后现在几乎把普丁的条件拿出来，说你应该把顿巴斯地方通通让给俄罗斯，那边还在打，有些地方乌克兰军队还在那边这个顽抗啊，在那边打哦，然后呢说都要让给乌克兰，让给乌克兰让给俄罗斯哦，否则的话呢？这个你去小心哦，然后呢，这个原来泽伦斯基去世说，我能不能用我的无人机，因为乌克兰制造不少无人机给你换战斧飞弹，川普说没有 ，no， 战斧飞弹不给你哦，等等啊，所以呢，他还是要对乌克兰施压了，希望赶快把战争停了，到时候川普又可以讲，我已经停，现在停了8场，我停了9场战争啊，哦，那美国的专家说，战斧飞弹也不多，他们当时做了9000个。2300个已经用掉了，好几千个部署或退役了，到了一定期间就要退役了，所以呢，他也没那么多飞弹哦，所以意思就是，而且你要学这个，光会操作这些飞弹，要2-3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操作啊、哦。那乌克兰人当然失望了啊、哦，说怎么搞了半天川普是这样哈、哦。那另外呢，记者问川普说：“你们不要跟普丁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见面吗？到底是谁决定了？”川普说。Your mother did， 你妈妈决定的。白宫发言人，是白宫发言人说的。一个好好的女孩，决定了，你哪决定？很漂亮的女生哦，学历也很好哦。我这就学上有好者，下必有生的。川普反正都一定这样讲话嘛，哦，所以呢，他就说你妈妈决定的，你老母快点黑了哦，好吧？说白俄罗斯现在说愿意呢，叫泽伦斯基出来谈啊、因为俄军又去攻打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所以说还是谈吧，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在接受福斯新闻专访当中提及美中贸易，川普强调和中国关系很好，但数据就摆在那里。Can that stand? No. What is that going to do to the economy? It's not sustainable, but that's what the number is. 不过这次专访最关注的还是这个话题。This rally that's happening this weekend, the No Kings rally. This It's is more not a than king. You know, they're referring to me as a king. I'm not a king. Right. Donald Trump has got to go. 在西雅图太空针塔下，数千人聚集，密密麻麻，满是人潮。美国全境周六近700万人参与这场不要国王集会，似乎是万圣节快到，许多民众奇装异服，举着标语抗议，在境内遍地开花。在亚利桑那州议会外 ，Trump is disregarding our Constitution and trampling on people's rights. 走进波士顿公园 You know, we don't need fascism. We don't need a king. 在赌城。
We're protesting tyranny. We're protesting authoritarianism. 对此，川普在社群竟然这么回应 Donald Trump flying in a fighter jet, of course, AI-generated image, okay? And yes, that is defecating on streams of protesters. 川普在深夜发布一段 AI 生成影片，将自己化身成战机飞行员，头戴皇冠，飞行在高空，对着底下纽约抗议者排泄，再引爆争议，甚至被《金融时报》爆料，17号在白宫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晤时，强硬要求泽伦斯基接受俄罗斯总统普丁提出的终战条件，双方会谈一度演变为激烈争执，川普照样我行我素，想怎样就怎样。对，川普真的想怎样就怎样。我已经当选了，不，你别安诺来，凤姐。我知道这个无王运动啊，它确实呢，在美国新闻或国际新闻当中呢，还蛮热潮的。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反而不是川普真正在乎的哈。川普真正在乎的呢，其实是他最新的一份民调。本来呢，在过去这一段期间，我都觉得美国的民调不足以影响川普的作为。可是呢，现在开始，我认为民调会开始影响川普，因为距离明年底的期中选举越来越近了。那川普在不在乎期中选举呢？其实，在过去这一段期间，你只要观察说，他要求德州那么去改变他们的选举区的划分，然后让民主党让共和党可以再多5席的这种议员的席次，就他要求所有的共和党的州呢，都尽可能去重划选区，然后让共和党的众议员可以在重划选区的过程当中得利。你光从这件事情来看，他在乎明年的期中选举，因为他现在看起来，其实我看了一本书啊，就是谈到这个去年的这个选举，川普其实在中弹了之后啊，就是那一次呢，这个就是狙击，然后他大难不死啊的那一次的事件之后，他为什么会挑 Vance 作为他的副总统？也就是他开始真心的去思考说，我川普是不能连任的。但是川普运动以及川普的这个思维必须要能够延续下去，所以那个 MAGA 运动要继续下去，所以他要找你其实你注意哦，川普内阁里头平均年龄是年纪轻的，而并不是年纪大的啊，他大概是他是里面最老的，那大部分其实都是很多在40多岁而已，就是相当年轻的。好，那如果川普在乎 MAGA 能不能维续，因为只有 MAGA 维系，他卸任了之后也不会有官司纠缠。如果 MAGA 不能维系，他自己也很惨。你就自私的角度来讲，也是很合理的。所以他会从此刻开始越来越重视这个民调。那么在最新的民调当中，当然他的满意度，那个整体满意度，我觉得是一回事。他整体满意度当然是只有44%，然后不满意度52%，满意度低于不满意度。那这个是他2个任期当中最低的时刻。可是重点是他的经济政策满意度低于他的总体满意度。川普在第1任期的时候，再不满意川普，可是呢，经济政策的满意度一直都是高于不满意度的，那是他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可是这一次呢，不只是经济满意度低于这个不满意度，这里面你如果看细项啊，最不满意的是什么？通膨。你知道那个不满意比满意多了28个百分点。我的差距是非常悬殊的。然后呢，另外在关税上面，不满意比满意多了15个百分点，这些都是差距比较悬殊的。所以我相信，对于川普来说，他现在面临到了3个困境。第一个是呢，他的通膨啊，不但没有解决，相反的，我可以大胆的说，他未来会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个高盛之前做过调查。美国现在的关税呢，其实负担的数字非常的大，可是大部分其实是有进口商承担，少部分转嫁给消费者。他们不敢转嫁，因为怕那个消费力道会受到限制，所以呢，他们现在打算的就是从10月开始慢慢转嫁，因为进入了美国消费旺季，你非买不可，所以这个时候是转嫁的好时。对，所以感恩节到圣诞节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在这个时候转嫁，所以通膨会在这一段期间变得更加严重。那么第2个部分呢，是它的大豆卖不掉，这个困境1500万，就过去来看的话，中国大陆一年大概买1500万到1600万吨的大豆，可是你现在不可能找到一个新的买家，因为
大豆为什么不只是中国大陆人口多，很重要的是中国人吃猪肉，那吃猪肉的饲料就是来自于大豆所榨出来的饲料，所以中国人吃的大豆的量是最大的。中国人喝豆浆，也是，还有吃豆腐，对不对？好，所以呢，整个大豆的这个销售量，你现在临时要找买家，你根本找不到买家。那大豆卖不掉，也是它的经济上的困境。第三个是，它不但没办法卡住别人脖子，它反而被卡脖子。刚刚你们秀出来的这一段访问当中呢，记者就问他说：“你说100%的这个关税，就是他说11月1号要加科中国大陆100%的关税，你说这个能持续吗？”他说：“哦，这是不可持续的。”所以整个美国股市在上个礼拜五回弹，就是因为他承认了是不可持续的。可是他没办法用关税去卡住中国大陆，可反过来中国大陆现在用稀土是真的卡住了它，那该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对于川普来说，我们要注意的反而是这个现象，就是他在关税上面未来可能会出现，我觉得是大变化。好，因为他必须要去解决他的通膨问题，他在中美贸易战上面，乃至于科技战，甚至于中美的整体竞争上面，他也可能会出现大幅度的转变。其实呢，最近的有一个上个礼拜14号10月14号，兰德智库，我想赵安很熟悉哦，在美国大概你要数1数2的那个智库，兰德绝对排名很前面，而且它有军方的背景。兰德智库当中呢，发布了一个115页的中美稳定政策的报告，里面的建议，它里面提到了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然后还有包括了科技竞争的问题，有具体的很多的细项。它那里面其实具体的建议，川普政府呢，用全力的去支持北京渐进式统一，不是只是反台独而已哦，渐进式统一。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反而是川普不见得在乎那一些游行啊，因为那些比较强烈的，那你民主党其实看起来现在也不成气候，可是我认为他真心的在乎未来期中选举他的民调能不能够往上爬，而看起来 MAGA 的支持者在乎通膨，在乎关税，但不见得在乎外交政策，这一点其实是我们要注意川普的压力来源。对了，我想他那个游行对他来讲，他也不会真的不在乎了。700万怎么样？对不对？7000万怎么样？我有几亿的，对不对？有3亿选民，对不对？1亿支持我，拿了9000多万嘛。所以他不会在乎这个了。不过刚刚凤欣提到那个选区的划分，美国大概10年要划分一次选区，由那么州的众议员决定选区怎么划分。那一划分以后就差很远了，因为人口有变动啊。另外就每个多数党都希望划的对我比较有利。我还记得最早的时候，你记得美国众议院有4人帮。有没有很厉害的什么甘乃迪啊、索拉兹啊4人帮？索拉兹那时候台湾来多神奇啊，住在仁山饭店哦，民进党啊、党外都去朝贡啊等等。他不知道为什么索拉兹点名我叫我去这样，我就去了。哦哇，索拉兹问一大问题。后来纽约州一划选区，索拉兹就落选了。哦，本来觉得多稳啊，那个划一划就完了。台北市也是这样。我那时候听说老议员先生南北路建国南北路一盖好，里面很多社区被迁掉了，有些议员就落选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当美国有2700个城市，700万人在抗议川普说不，你不能当国王啊，无王日的时候呢，川普呢根本无所谓，照样到他的海湖山庄啊打高尔夫球啊。那听说那个晚上能够参加的啊，都要交100万美金的入场费啊。他们是这个为了为美国再次伟大募款，那是一个活动。另外呢，台湾的企业高层，韩国、台湾。说也受邀跟川普打高尔夫球哦，所以台湾、日本、韩国商界大佬哦，海湖庄园。那他这个很绝对，他是12组，每组4个人哦，然后其中一个是官员，就你跟美国官员哦，就12个官员嘛哦，然后呢，这种他谁跟川普打一组哦，他们不透露哦，被认为是韩国啊，这个也有一个这个企业家可能。那我相信，如果台积电去，一定也会打一组。哦，但是听说台积电没去，那台积电在这么重要的球赛，台积电为什么不去呢？那川普又说这个台湾到美国来投资，是因为呢我们逼他的，因为关税逼他的啊。那另外呢，因为韩国媒体说台积电之所以没去，是因为中美关系紧张，
台积电这两大之间，谁也不想得罪啊。你得罪美国也不好啊，美国客户在那边呢，得罪中国也不好，所以干脆不去哦。所以白宫也不肯透露出席哪些人出席，尤其谁跟川普一组打高尔夫球啊。那另外呢，这个黄仁勋说，晶片回流美国靠台积电就做到了，那只是刚开始哦，这也是台湾担心的了哈。那下去到时候会逼我们到底怎样呢？哦，所以呢，这个到底供应链到底有没有危机哦？台积电呢，辉达都在美国啊落地生根啊，在那边建厂啦。哦，到底这个黄仁勋话中是不是有话呢？而且萧美琴还讲了，萧美琴接受 CBC 加拿大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他说不止台积电啊，整个生态系统都要赴美国投资啊，就是不能只一个台积电，它上下游可能都要去啊。哦，所以呢，国民党就很生气啊，你要把护国神山，它就不止神山，山脉整个连绵延不断的山，通通要送到美国，还沾沾自喜，还跟加拿大的记者吹牛吗？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看川普的高球外交。载有美国总统川普的黑色车队，周六一早从佛州海湖庄园出发，前往自家高尔夫俱乐部。 한국 주요 대기업 총수들이 함께 모여 미국 대통령, 정관계 주요 인사들과 골프를 한 것은 매우 이례적인 일입니다. 正值美韩政府进行关税谈判之际，日本软银集团会长孙正义主动牵线，邀请南韩5大集团领袖，包括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SK 集团会长崔泰元、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宣、LG 集团董事长具光模以及韩华集团副会长金东关等人一同出席。 어려운 저희 경제 현안들이 상당히 많습니다. 열심히 최선을 다해서 우리 경제에 좀 기여가 되도록 열심히 해보겠습니다. 尽管不清楚台湾企业领袖是谁，但南韩财阀掌门人几乎全员出动，不外乎是想利用高尔夫外交在韩美贸易协议中获利。只是川普可没这么好搞定。And that includes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that includes with Japan and South Korea. All we want to do is be treated fairly, but the fairly is hundreds of billions and even trillions of dollars coming into the United States. 不给钱就免谈，韩美贸易协商最后阶段陷入拉锯战。川普直接把话说白，聚焦韩方3500亿美元的对美投资方案。萧美琴对媒体讲这个话是非常严重的。他记得他从美国一回来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台湾模式。 那时候大家就很多的怀疑了，你说不只是台积电这个护国神山会不会变半屏山？因为他提这个台湾，什么叫台湾模式？就是对美扩大投资。那日本也有对美这个扩大投资啊，多少钱？5500亿。南韩3500亿。其实要跟他报告的是什么？萧美琴讲的这个台湾这个方案里面讲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企业要去的时候，政府跟我们的银行要提供信用贷款。 你这波者第二，你去做保，顺便再跟他讲啊，南海已经3500亿在那边了，日本5500，请政府跟我们讲，政府要做保多少钱，我们要去投资多少钱，到现在都没有，到现在比黑箱还黑箱，这是多严重的事情。第二就是刚赵大哥在讲的，现在不是只有很多的企业要争着要去跟川普碰面嘞，这段大概最近这半年来，非常多的企业，特别是最近这1-2个月。 我们有很多半导体的上中下游的这个产业，都被迫要到美国去找地方，要去找人谈了呢。这个就是呼应了刚刚讲的，我们的政府不只是黑箱，我们政府一直在把我们的半导体跟晶片的这个产业一直在带过去。不是我们之前讲的什么科学园区哦，新竹是一个科学园区哦。现在郑丽娟讲的是什么？郑丽娟讲的是一个整个晶片跟半导体整个那个聚落全部都去。那萧美琴现在讲的是说整个生态系整个都过去，两个人讲的这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金额不跟我们讲，第二个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的产业一直都过去。另外提醒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台积电现在正加速对美投资，这个已经是非常明确的。它在第二个厂区本来是要比较晚的，对不对？结果它现在都那个整个进度都已经往前在扩大了。美国的商务部长他不止提说他们的晶片要55分哦。 他们只有大概4%是在美国，90%以上都在台湾呢。他说要变成55分，台湾这个半屏山，台湾被整个搬过去，也是变成半屏山的同时，速度还要加快。现在我们的这个台积电啊，
以前前几年大概1年总投资金额，台积电300亿美金，今年比较多，大概接近要400。可是美国，你看，美国除了650亿已经在那边了，现在1000亿本来是说分几年慢慢来，对不对？现在可能1年都要250亿跟到300亿哦，大家就要想那个排挤作用会是什么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老实讲很担心的是说，台积电如果说它的那个加速投资是在美国，那显然美国对那个台积电压力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他最近也很明确讲说，我的那个整个工程、整个那个投资都要加快。那到底对台湾有多少的排挤？这是一个点。第二点。如果连萧美琴都出来接受访问已经讲了，然后郑丽坚前几天又讲这个台湾模式，会不会真的搞到我们变成一个台湾模式，然后变成是落实的美国的商务部长他讲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卢特尼克讲的要55分的话，那整个台湾的那个我要问了三个最严重的问题。第一个，投资的金额有没有排挤到台湾的这个投资，对不对？第二个，我们多少产业会跟着过去？第三个，我们的工作机会会不会受影响？我就问了好几次行政院长，问了经济部长都找不到答案。这个我们一定要再追，不是只有护国神可能被半瓶山，我们的整个山脉会不会被搬走一半？那么我们看这个台积电在美国的情况。When I started TSMC, I had a dream to build fab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y dream lives.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亲自现身，直言想在美国建厂的梦想，如今在亚利桑那州实现。厂区内部画面也曝光，全球最先进的 AI 晶片架构辉达 Blackwell 晶圆在美国量产。执行长黄仁勋说，这是象征 AI 时代心脏开始跳动。而厂区内极紫外光等先进技术，还有印刷线宽，还比人类毛发细上几万倍。有员工就说，穿全套无尘衣进入，就像走进科幻电影场景，相当惊人。辉达美制 AI 晶片量产，也宣布黄仁勋将出席月底在韩国首尔举办的 APEC， 业界期待他将会跟三星、SK 海力士等高层见面。黄仁勋说，都是川普的关税政策推动了美国再工业化，才有可能在不到1年的时间之内，在美国本土制造出全球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黄仁勋接受外媒专访，也称赞川普促使美国再工业化的决心，也点名台积电跟其他台厂象征 AI 供应链落地美国。那位是的，我们看到这个萧美琴也好，还有现在经济部长龚明鑫也好，龚明鑫最早讲过一句话，才妙了，他讲的话大家都哗然了。他说我们要想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华民国的经济那时候那时候他是政委，那个行政院副院长，不是行政副院长，他是国科会的主委，那是国科会主委。他说啊，他去美国一趟，跟美国讲，我们怎么样帮助你再次伟大？国发会主委，国发会主委，对。好，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看到我们的观念是这个样子。那现在的萧美琴讲的话也是类似的，他想办法让美国再次伟大。那怎么样呢？把我们的连根拔起啊，这个台积电跟它的这个中下游、上下游，它的设计商啦、它的供应商啦，整个 supply chain 整个供应链，你要算一算的话，上百家那我就在想说，这一些上百家的工厂，它有没有像台积电一样，有非常充沛的资金，有现金流在手上？台积电听说它的现金有上兆了所以它这个钱可以去投资。其他厂有这样子吗？你可以在台湾有一个，在那里有一个，所以整个来讲，就是我们的这个命脉就是要搬过去。那上一次前几天我去咨询的时候，他们讲到一个类似的概念，他讲说这个叫类科学园区，就是把我们科学园区整个搬到这个美国去，满足美国的需要，晶片的整个 supply chain 整个的一个聚落，通通在那里。这个老实讲，这个如果今天是国民党做这个事，我认为民进党一定吼什么卖台啊，这个是卖台啊，这典型的卖台啊。台湾最多最好的东西，统统搬到那里去了。那我们得到什么？请问我们得到什么？好了，回过来前面讲那一题，这个说打高尔夫球，韩国为什么找他打高尔夫球？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逼着韩国要投资3500亿美金。韩国说 no， 如果3500亿的话，我会垮掉，我的金融会有问题，等等等等。不要忘了，那台湾要投资多少？郑丽君到现在为止一直不给答案。可是郭志辉离开以前，他多少说出来？我们是4000亿美金。台湾有什么条件可以比韩国还高？台湾有什么条件？说这个我们的 GDP 大概日本的80%了
它大概4兆多吧，我们大概是8000亿，差不多哈，1/5。结果日本就投资5500亿，我们要投资4000亿美金。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大概往这个方向走哦。所以这些厂整个加上去，大概就往这个数字走。我觉得可怕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官员沾沾自喜，抱着美国的大腿，然后呢，偏偏往那里送银子。那这样每次光学的时候，我就想到说，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未来的工作机会在哪里？这些厂商去的话，好歹我认为很多的 engineer， 很多工程师的工作机会少则几千了，你多则几年以后多则上万。台湾的年轻人可能都没有工作哦，他的工作机会要在美国。问题是美国人会让你都去吗？他也是选择性的，这个一定是很有经验的啦，一定是什么什么的才有办法让你去美国。他不是每一个都欢迎你去啊，所以这里面来讲，你就会发现到说，我们的经济政策这几个大官怎么讲出来的话，通通就是要讨好这个川普。而川普前几天我问了这个林佳龙外交部长，他的报告里面写什么？说我们呢从过去的价值外交变成现在叫价值外交。什么叫价值外交？英文叫 value added， 我当然知道英文叫 value added 是什么东西。讲一个人难听一点的话，就是什么？就金钱外交啊！你可以看到这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大家就想到说，陪着川普打的那些人，一个人要多少钱？我就问这个东西。为什么？我参加过美国总统他的一个就职的时候，在里面的包厢啊，一张票100万美金呢，一张票100万美金，里面的是有限的，它什么都有价的。你可以看到说，好，现在卖了这个，你要到美国居住啊，要居留，长期居留，有居留权100万美金，有的是500万美金。好了，这个稳定币啊，也是他把它发行货币的发行权等于卖出去。类似这个概念，你发现到这个川普就是一切就是我想办法怎么样让美国跟全世界我卖我的东西赚我的钱，那我们全力配合他，所以台湾就不断的输血过去，这个才是很令人非常忧心的地方。就说他好像你听起来只是个数字了啊，什么在美国投资3000亿美金啊，3500亿美金啊，4000亿美金，你知道1000亿美金是多少钱吗？1000亿美金是3兆台币啊！3兆台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讲你找了1万家中小企业，每家给他3亿，所以你好好去拼吧。1万家每家3亿就是3兆。换句话说，我今天如果说扶持我的中小企业，然后找到1万家有希望的，每家给你3亿，中间1万家只有100家慢慢将来发展起来，对台湾经济可能就很大了。那现在叫你把这个钱还不止1000亿美金呢，可能2000亿、3000亿到美国去投资，扶持他们的企业。那我们呢？我们自己的企业怎么办呢？徐哥再回来。